尊敬的战友们好啊！现在是11月21号晚上7点15分，文贵在这里报平安直播，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啊。一个是上午咱们的国媒体的网络呀还不稳定啊，昨天因为新闻发布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App 啊 APP 还有这个网络版都被黑客给黑塌了。而且是这个黑客是前所未有的啊，是几百亿次的攻击。那么这个攻击呀，也引起了美国以及西方高度关注，就知道中国的这个高端黑客是什么样本事了，什么水平了啊，很搞笑啊。所以说咱这成了白老鼠了啊，老是让人家给试一下的啊。哎呀，这个从直播上看老帅了呀啊，这个。你把声音关一下啊，不要的。所以你要戴着耳机听声音啊。那么，亲爱的战友们，知道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在皮尔酒店啊，这个很多花絮啊，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今天早上从醒来，我就介绍了一个一个媒体的专访，啊，电视台的、媒体的，一直到现在刚刚离开15分钟前吧啊。这个刚刚离开啊，和这个《纽约时报》的刚刚的也专访完了。那么《纽约时报》为啥没报道？大家看到了，《纽约时报》参加完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以后，他们马上决定，他们去了几个人嘛，就是不报道啊，这个事儿太大了，绝对成立一个小组，要做一系列的报道。啊，这个大媒体还是真不一样，这真不一样。今天啊。这个感触颇深，啊，感触颇深。今天下午，班农先生过来给我开会，就是商讨我们 Root of the Law 这个 Foundation 基金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法律基金啊，关于中国的基金的事儿，我们的人事安排、时间安排啊，我们的办公室呢已经早就准备好了，1月1号正式搬进去一个独栋的楼啊，搬进去。啊，办公室的使用，现在我们已经有14个美国人在工作了，接下来要请30个人啊，最后是达到100个人。然后关于这些什么人要进入，因为昨天之后很多人要加入这个 Root of the Law 这个 Foundation 来，所以说跟班农先生开会呢，这边采访，他今天早上开始就是一大早就开始采访，接受采访，然后在我这给我看着他隔壁也要接受采访，所以今天很热闹。从早上讲到现在，我嗓子讲冒烟了都，真讲冒了烟了。今天最感兴趣是我这身衣服，是我这身行头，每个人我都喜欢你这个衣服，因为大家从这个视频中看不明白，这个料子啊是非常棒的，叫 Vicona， 就是那个最稀有的羊绒啊，驼羊绒的一部分啊 Vicona。然后这个 Vicona 这个是给我做的这套衣服啊。然后呢，这个生活中啊，你看到这个料子特别好，所以说这些人都懂哇，这衣服都太喜欢。班农先生爱死我这个衣服了啊，喜欢这衣服，羡慕的不得了，整得他老眼绿啊。啊，这个衣服他们很感兴趣。再一个就是昨天这个发布会啊，很感兴趣。战友们，这个高人就是高人。今天就是我见到这几个我相当尊敬的大媒体，这几个大记者。大家知道他是怎么评价这个昨天的新闻发布会的吗？我给大家卖个关子，谁能说说？昨天我跟路德先生、跟 Sarah 妹妹啊、郭文慧同志，还有这个郭文德啊，叫路德，这个聊了几个小时，我们喝懵了，喝了我几万块钱的酒啊！路德先生和 Sarah 这俩人太腐败了啊！我得让找他要酒钱去啊！我今晚上又开始喝了啊！这路德和 Sarah 老劝我喝干杯，人家不让我喝啊，结果他俩让我喝，把我喝懵了给，拿我的酒把我灌懵了。你看这俩人啊，真不够意思。那么大家你知道这些大媒体怎么看待昨天这个发布会吗？我现在告诉大家，可能你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纽约时报》要建立一个团队系列报道？为什么要系列报道？
为什么某个大电视台我先不说，就在我隔壁大电视台要成立一个小组，把我过去所有发的推特啊，所有推特我现在都拷给他啊，现在正在拷，王艳平正在拷，所有的 YouTube 全拷给他，他们要做整个项目的研究啊，他们已经来之前也做了一些研究了，经过研究啊，我再往这边，这看不对劲呢。整个他们研究下来，就他们很惊讶啊，很惊讶，为什么郭文贵过去1年多说的事儿，现在咋都成真的了呢？啊，那为什么郭文贵过去说是美国政府没关注呢？为什么郭文贵过去说这些事儿，这西方媒体真的就没管呢？这背后是什么故事呢？当时埃利波尼还有伯乐乌，到底找了谁了？又说遣返郭文贵呀？啊，然后中国是通过什么渠道都想对付郭文贵了呀？这事大了，这事大了，这事真大了啊！所以呢，他们带着各种问题啊，各种问题来问我。首先，我说你告诉我你怎么看待昨天的新闻发布会？这几个大媒体让我惊讶万分的事情，这几个大记者答案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和共产党 CCP 的不同。你问共产党，他只要站在讲台上说话，永远是一样的，因为那是瞎话。但私下里问每个人讲的话都是不一样的答案，因为他没有信仰，他没有判断一个事物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和基础。这就是共产党统治我们国家的灾难，而西方他们有看待事物的标准和评判标准，这就是真和假，善和恶。所有人说郭文贵先生昨天这个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是非常非常 unique 唯一的，非常非常特别的。我说他特别在哪里 unique 哪里？他说几乎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来自中国的也算是 insider， 就是内部人，一个来自美国的 insider， 这两个，一个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来自两个内部知情人或者内部人走到了一起，而且全是反对这个体制的，而且是反共的。他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你看人的看法，你看这个观点，你看这个观点。他说第二个，他说跑了皮尔酒店去开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么多大媒体参加，而且他说这是太危险了。他说我们在那儿，有的人说我都不敢打喷嚏，我怕因为打喷嚏误会了把我摁在地上。他说我们知道这个危险在哪里。他说另外一个，他说这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我说为什么？我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就在发布会的前几个小时，我真没注意啊。南华早报啊，就是这个 South China Post， 南华邮报啊，这是什么？就是说马云控制那个啊，报道出来，郭文贵在香港10.1亿美元被香港政府给查封，有可能还没收，又跟4月19号 VOA 断播的时候一样，这我还不知道呢。郭晓霞告诉我你被轰通了，我啥时候轰通我了呀？所以说就后来又拔线又断播，你看看，我昨天我真没在乎，因为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收到了2箱的文件，香港政府什么要查封啊，又搞了我什么这个，他们现在说10.1亿啊，事实价值大概也在700亿到800亿港币吧，啊，也就是说100多亿美元吧，加上上一次的13亿美元，这大概在，我们这个快财务告诉我，加在一起大概280亿美元啊，被他给弄起来了。他说你这不是最贵的吗？2个月前罚了你87亿美元，
加了你的股票130亿美元，这又干了你10亿美元，140亿美元，你这个多贵呀！哎，我说有意思啊，我说是的，我说我上这个发布会之前给我打电话，郭文贵叫你闭嘴，你别开这发布会，香港的10亿美元保证会给你，通过第三方担保，你不再说这事儿了，然后我把钱就直接给你。我说我没有妥协，他说所以说你是最贵的。说第一个观点，你是来自2个国家的 insider， 在美国的 PR 酒店开发布会，反共产党从来没有过。另外一个，你这是最贵的发布会，成本太高了啊！我说你还没看到我们的家人付出的自由，员工付出的自由，和我们付出的更多你没有看到的，没有数字或没法来评判的和评估的失去的东西啊。第三个观点，他们说这件事大了，他说为什么大了？他说过去西方人看待共产党和你昨天所说的共产党，他说这个事儿现在这个事儿让大家突然明白，我们过去的对中国的不满和怀疑是不对的，应该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没有人发声，没有参与中国人的决策。他说真的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他说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这次得到了西方媒体的高度重视。第四个，所有的媒体感觉这是他们都是前所未有见过最高品位、最高品质的新闻发布会啊！他们觉得太专业了，太棒了啊！但是不包含那盆花啊，那盆花这可是简直打我的脸，啪啪啪啪！我到现在还没见凯琳呢。从昨天发布会完，昨天我生气呀，因为由于我们换时间，人家头一天把婚礼移到那一天去了。然后我们订的那花，人家说对不起了，你不能用了，所以那么小一盆花，哎呦，我一看说，哎呦，不包含那盆花，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是最高品位、最专业的。这个同声翻译，大家记住，主持同声，我们是2个队伍同声翻译，法语的、英文各种语言全在这，2个队伍，就一旦不行那个就上啊。但是我们一个翻译坚持到底，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好啊，啪开，然后他觉得这个专业。安保和这个意义都是前所未有的啊，这个我听着挺高兴的啊。第5个，他觉得从来在美国没发生过有这么多中国人参与，和外国人一起搞了一个这么规格的一个飞行发布会，从来没有过，从来没见过。第6个，他说也没有见过任何发布会上敢那么大胆讲话，他说美国总统也不敢对共产党这么说话呀，根本不敢。所以说这6条，哇，我是人家的大媒体，看问题太厉害。然后这人关心啥问题啊？我告诉你大家，首先这个 Rule of the Law 这个基金，你到底要干啥？你想干嘛？这钱哪来的？你下步怎么运行？时间表，什么人参与？啊，这太关心了，这人家这感兴趣点，你看在哪儿呢？就关心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太大了。他说你什么叫 Root of the Law Foundation 啊？他说你这就是反共 Foundation。所以说我说我们过去叫 Anti CCP 啊，这个 Allied， 现在是 Anti CCP Foundation。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讲讲我们的这个观点呐、想法啊，哎呀，这兴奋啊。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事情。昨天这个发布会你花那么多钱，花多少钱啊？我说你能看到了前面也就是10几万美元嘛，但是后台不包含律师费，不包含保镖费用、安保费用和其他费用，加那个我说那肯定是过百万的，多了去了啊。这个事大家感兴趣。另外一个都关心共产党对你家这么狠，对员工。对你拿走你那么多钱，这个案子我们要关心，他怎么拿走你的8.7亿美元？为啥罚你呢？香港怎么拿走你一个比例的？哎呀，这个感兴趣了，这个太感兴趣了啊！他们要就这个问题要长篇报道啊！我说不着急，这再慢慢来。另外一个感兴趣，他说确实感觉到郭文贵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的效应，特别是华人社交媒体。让他们更多的通过这个了解的中国人，啊，
他们感兴趣就是你这个国媒体怎么运作，接下来华人媒体怎么讲，然后就是海航。这个海航的事儿，这个王健自杀呀，王健不是自杀，王健被杀，王健之死啊，这一下把大家唤醒了。没有人怀疑这是国家谋杀，没有任何人怀疑说这王健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拍照死、冲墙死，没有一个人，绝对没人相信啊，没有人相信。关于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一个个给大家解释啊。我今天我给所有的记者我说，几个月以前我见过一个讲中文流利的美国朋友，到中国亚洲转了一圈，这是个高官员，而且得到了中国官员最高人级的接待，包括王岐山还见了他啊，习近平先生也见了他。这个朋友呢，在亚洲、中国还包括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到处都拿着我的这个视频问：哎，服务员，你认识这个人吗？官员，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郭先生，你告诉我，你认为多少人知道你？我说50%到60%吧。他说100%。啊，我说另外一个，这位朋友回来对了很多看法，包括中国的金融、经济、政府各种形态。回来以后，他说：郭先生，你怎么来回答我？你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个反共大联盟？啊，你怎么看待啊美国在这个当中的角色？你怎么看待？你认为这些这个世界上都认为反腐运动都是对的，为什么你要替这人说话？你为什么认为这些私人企业家抓起来是冤枉的？私人企业他腐败了，为什么你认为要抓他是冤枉的？啊，我说我各位记者们，你知道我给这位朋友说什么吗？啊，我说我明确的告诉他，我说我问你一件事情，所有的被抓这些官员，我说我告诉你，张扬作为解放军最重要的一个将军，3星将军，在2014年的时候，我见一位美国官，我不知道说这个部门了啊，刚才我给他们说那部门了。我见他说，我告诉你，张扬、房峰辉都有可能会跟你美国人一起合作，干掉共产党。你应该写报告。我这位官员回去后再没给我回复。后来房峰辉还访问，跟习近平主席访问马拉戈，还见川普总统，还问了当时的马蒂斯部长，你愿意跟什么部队作战？他说我愿意跟没有受过只训练不打仗的作战。我说就这家伙，我说但是他要到你美国来，你说什么概念？张扬作为一个政治部主任，跟习近平先生从小一起都是朋友，家族关系。你想他到美国什么关系？但是张扬的家人和他的同事多个自杀，也有可能是被杀。房峰辉家人多个被杀，多个自杀。从人性上来讲，由于你们的失误，没有拯救他；从战略上讲，你失去了最好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说这一切的事情的起源，我说我告诉你，我让你说一说中国在过去你救过的一个人叫陈光诚，是民主民运人士，美国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多少的精力？陈光诚给你美国带来了什么？在陈光诚事件的前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分水岭，叫王立军。王立军跑到了重庆的美国领事馆，最后你把他拒之于门外。我说你知道他家有多少人和同事被杀？没有人关心。王立军的2个女朋友全是在房间里边所谓自杀，我绝不相信，我没有证据，我绝不相信。王立军的跟别人的私生子女全部是跳江自杀，我也不相信。王立军的所有的钱财都去了哪里？没有1分钱尽忠即伟，包括他收藏的所有的世界各地的所谓的法器，跟法律有关系的历史的东西的古董，都去了哪里？
我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告诉了所有共产党员，任何一个官员只要到美国寻求庇护，一定是不可以的，拒之以万里之外，灭掉了0.001的希望。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有中共的官员敢到你美国这儿投诚和寻求庇护。这就像当年中国演艺界出来个刘晓庆一样，刘晓庆敢不跟我睡觉，就要进监狱，查他的税。从那以后，没有一个媒体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敢不跟共产党睡觉的一样。王立军事件让所有的全世界、全中国人看到，到美国那投诚，你会被送回去政府去，你家人会被奸、会被杀、会被自杀、会被投降，所有财产一扫而尽。我说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影响，那不是一个数、一个形容能做得到的。你们为什么会救陈光诚？当然我希望救陈光诚，前我也跟他无仇无怨，当然救他。你能救陈光诚，为啥不能救王立军？所有今天政府给出的解释都是苍白的、无力的。可能王立军你救了，就没有共产党今天对你美国的这种渗透蓝金黄。所有人鼓掌。对，我说我们今天这基金要干什么？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家人和私人企业家，所有人不能像过去这6年这8年，他们无门可求，无门可救，无希望，只有被共产党杀、奸、被自杀、被强奸、被掠夺。我们给他一线希望。我说你们关心的安邦，你们关心的叶简明，你们关心的万达，你们关心的所有的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命运，如果他有一个地方能去说话，他会轮到这下场。我说我问你们朋友们，如果这些人他说他们要真腐败真贪污，我说腐败贪污只要是依法审判，有媒体监督，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了，谁腐败谁犯罪都应该被审，在哪国都被审。但是他的审判公平吗？公正吗？透明吗？有监督吗？我说你把所有抓起来私人企业家，让面对你们记者说你可以自由的讲话，你看他讲的答案和他判决的答案和他在庭审一定是100%不一样。我问所有的媒体，为什么中国要有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我说很简单嘛，谁敢说实话，谁敢到美国西方去求救，我可以把你抓回来，我给你发红通。为什么网络控制？只要你敢说实话，我就把你抓起来。为什么要100%媒体控制？因为你必须按照我要说的去说。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你怕别人说？你做什么亏心事，你怕别人到外国去求救？我说这就是中国最根本的原因，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去了解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到底是什么任务，你不去了解他为什么网络控制，你不去了解中国为什么媒体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新疆100多万人被关了，这是为什么西藏那么多人被消失了，这是为什么那么多私人企业家的家人全自杀了，所谓被自杀了，为什么海航玩舰拍照死没人说话，卡舒吉还有这个俄罗斯妇女在伦敦被杀，全世界都是一塌糊涂的吵，这就是原因。你们是作恶者。今天共产党是第1大罪魁祸首，美国觉得是第一大罪魁祸首，你们纵容了他，你们把美国这个门关得死死的，给正常需要保护的和一线希望没有。共产党的官和企业家被抓，第一件事你要想找美国，谁能救你？这个地球谁能救你？我的员工被抓起来，谁能救你？郭文贵马上就遣返了，你看看谁都被遣返了。我们是国际刑警主席，所有钱都被封了，谁还敢不说让我干啥我干啥？所以昨天
我给路德先生也说，我给萨维尔说，我给好多今天媒体，我说你们不要用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是一个有组织的，是代表国家的。我说这个共产党不配这个词儿，它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它是极少数的恐怖分子。现在是恐怖分子让14亿人彻彻底底的闭嘴，被绑架，是因为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了利益妥协，装作什么都看不见。别敲我家门，我像王立军，我不会给你保护的，我不会给你庇护的。新疆人你甭来我也不会庇护的。西藏人你甭来我也不会给你庇护的。共产党私人企业家他腐败嘛，你该抓嘛。他没想到私人企业家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私人企业家的钱应该分清楚哪是脏钱，哪是干净的钱。私人企业家的家人有没有涉及犯罪？私人企业家的司机和秘书有没有涉及犯罪？他犯罪有犯罪的处理办法，你要让他说话。我们的基金就要形成一个国际法。我说班农先生接下来将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飞行，目前有20个国家初步已经答应同意签署这个法。什么法？马上即时生效。所有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少数民族和中国的政府高官，只要到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大使馆和到这些国家来，他们的家人和他的同事必须无条件接受，得到最高级的政治庇护。这就像当年希特勒杀害犹太人一样。如果我问他们，今天你们在座这些人，你们的背后老板都是犹太人，如果当年没有中国人打开那扇门，你们还有犹太人吗？现在你们必须为中国人打开一扇门，这比当年的2战犹太人还可怕。我这个基金就干这个了。第一件事，在全世界形成个大联盟，对所有中国的新疆人、西藏人和私人企业家和中国政府的高官和高官的家人们，到了西方的世界有一扇门让他们得到庇护。3个保护：人身安全、资产安全，第3个他的信息和尊严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我要干的。这记者全傻了，哇！我说班农先生，我给他讲这时候，班农先生说大家看有多少人，你们看到多少国家会同意签这个？好不好，战友们？可以吧？啊，他们一听这个，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大家兴奋，哇，原来这个基金是干这个的。我另外一个，我们基金还干一件事儿，从海航开始，海南航空开始。你看我采取的行动了吗？发传票，叫他们来。你来，他可以不来，按照法律，我不来，我不理你啊，我不来，没事儿。这就是美国法，这叫以法反共嘛啊，是 Root of the Law Foundation 法律基金，按照美国的法律，对他所有有关的资产和他在美国、欧洲、在海外的家人，法院只要你入境，立马抓捕，没有任何犹豫的。是抓捕新疆的那些集中营的那些官员，审判私人企业家家人的官员。把海外私人企业家资产拿走的，像抓了很多企业家，像叶简明来了，432就是那四季酒店隔壁的楼公寓，给签个名拿走，海航王健的签名拿走，你都得拿回来，你都得拿回来。谁到美国签了名，谁处理这案子都得拿回来。香港政府官员，香港政府查封郭文贵的这个钱的，到大陆去调查我们同事的。香港官员在美国的房产，所有准你到美国旅行，立马抓你。我们接下来会对香港 N 个官员发法院传唤令，你别来，你有种你别来，你大爷的啊！你大爷的你别来，你有种你就别吱声，你看看你家人，你敢不敢来？敢不敢进美国？敢不敢进欧洲？你不来美国，你去不去英国？你去不去法国？现在20个国家要签的，我相信我和班农我们能搞定150国家。我今天给班农先生说，我说150个国家搞定了，班农先生你就是英雄。第150个国家，我说你就是狗熊。
我就不相信你共产党员，你香港政府官员，你那律政司，你那警察，你祖宗八辈你家人再也不都待在香港，待在东莞。啥叫隔空取钱呢？什么叫隔山打牛？吹牛啊！你别成吹牛了，你别变成韦氏希诺海外的亲密贼，天天在那块儿对着个餐桌流汗喇子，啥也没有。亲爱的战友们，我们能让这个皮尔酒店这个能发生，我们就可以让什么都发生。昨天我先到厨房，提前20分钟，那块有一个装成厨师的那个部门的人说：“郭先生，你这往前再走10步，你就创造了历史到舞台。”我啥意思啊？没懂。事实上是1960年。尼克森总统就是在那个房间宣布了要选总统，就在那个厨房走过去，那个厨房就总统走的，厨房里还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昨天洗手间里边都站着那个安保人员。那么我说那我赶快上去吧，这半途先生没下来呢，说我着急，我们实际上提前7分钟上了舞台啊。到了那个舞台上，我们就创造了历史。今天所有记者说，实际上你们站在那里说，你创造历史。很多记者说，在我们到会场前还有人打电话，千万别去呀，危险，说不定有炸弹呢。啊，再一个你不要采访这个郭文贵和班农啊，疯子啊，骗子不是。但是真的是很多人都来了，没想到。再一个，从昨天到现在，全世界3600多家，将近差几十家吧，3700家媒体报纸的报道，也震撼了所有的媒体界，震撼了所有媒体。那么我问他们，我说你看看。如果我们发出这些传唤令，接下来这每个他说每个人每个名字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每个公司都是一个故事。在美国的法院传唤令绝对不是中国那个法院传唤令，那可绝对不是共产党那个。你天王老子，你也不敢拒绝，你可以不来，但是你不来，法官我们给你发完了，你不来你不理，我向法官申请。说这哥们儿不来不配合，法官就给你发一个函，从那天起，只要是你出现就抓你，毫不犹豫就抓你。就像那个前一天那个叫什么那个流氓律师叶宁，还有那个这叫什么熊宪民叫史诺这个王八蛋这个畜生，还到法院申请一个禁制令，你禁制得了我吗？你禁制得了我了吗？不让我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大家要知道，在美国的法院，昨天已经法官正式把他给返回去了，不允许。知道禁制令你没有申请成功的后果是什么？熊宪民，你个畜生，还有叶宁，你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最大的一个叛民族贼，最大的坏蛋。同时，美国的法律会对你受着严厉的惩罚，你等着小兔崽子啊！叶宁，你还熊宪民还给我们申请什么法院禁制令？共产党 ，please， 你整点有品位的人行不行？你别找那个天天在我屁股后面找那个屎毛里边找屎吃，然后你还问他吃的香不香啊？你还给他替他买单，你能不能别干那么龌龊的事儿？中南坑的朋友们，别丢人了！今天这记者都笑得一塌糊涂。我说你看看，昨天你看。申请的禁制令，共产党的个走狗，然后法官给驳回了，然后我们才说大家哈哈大笑，他说这 ridiculous 太荒唐了。所以战友们，你说共产党这水平怎么配领导我们这个国家呀？啊，今天很多关于说720这个阿根廷啊要做交易，我说我特希望能做成最大的交易，做成最大的交易，共产党就会死得更快。他只要最大的交易达成，那你想想，美国的要求，媒体自由、法治、环境、媒体、网络，那不就死得快了吗？那我就不用管了，等着 CCP 死吧。他要达成的协议，他不去兑现，川普总统，那川普这总统这性格，你欺骗了我，那肯定把你弄回去啊，干回去你100倍。不又替我们出手了吗？我说他签了合同是帮我们，不签了合同也帮我们，签最大的合同，最大的帮我们。担心啥？老天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所以这媒体朋友说，哎，你这个有道理啊。我说你们千万别担心，我说共产党必灭必亡，只是方式和时间。然后这个我们的 Roots of the Road Foundation， 我说我们1月1号正式挂牌，新办公楼、新独栋的楼，我们全面开始，我们将开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对整个中国受共产党迫害的私人企业家、少数民族以及民权民运、教育界知识分子、媒体人士以及政府的各种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所以说，他们说一亿美元，我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本来是要是10亿美元的，是我的律师说，哎，求求你，咱就1亿美元先开始，然后咱再来1亿美元，下一次再来1亿美元，多好啊！10亿美元，最后1分钟才改成了10亿美元。然后呢，有几家媒体特别搞笑啊，在我们发布会前的就几个小时，跟那个4月19号一模一样，发红通告我强奸罪。RPLG 公布了所谓的我和王艳平啪啪啪视频，结果是什么？昨天 RPG 又出来了，放出了郭文贵的 PPT， 嘎嘎嘎出来了，我都没看啊。但是人家这媒体记者都关注了，说你看这共产党有多卑鄙。RPG 放出了 PPT， 大家看拿手机，一看我做 PPT， 完全跟他说的不一样。RPG 你大爷的，丢不丢人呐？你已经连续1年半屡战屡败，你还拿共产党的钱录制了刘成杰、孙瑶、冠军的假视频，录制了曲国娇的认罪假视频，啊，录制了一个个的所谓的郭文贵啪啪的音频，你有一张能造假能造成功的吗 ？RPG 啊，你大爷的，你就是骗你共产党吧？你现在听着呢吧？就你那点智商。就你找着熊宪民和聂宁这种流氓叉子，你给中国老百姓们扫厕所都不配，你还统治了我们14亿人民？你们的智商不是骇客我们电脑吗？电脑不是骇客了吗？你拿到了 PPT 管用吗？你们让王岐山打电话给美国最牛的人，让他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16号啊，要 PPT。我当时正在喝酒。正给吵得一塌糊涂啊！然后我就旁边去报 Snow 去了，我还录了个视频，我记得啊，给放出去了。说这个谁想要这 PPT， 我说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给他讲吧，拿外音。你说我这英文啊，人家讲了，哎，我说你要它干啥呀？啊，怎么要？我就替你提点建议。我脑子一闪，不对，这哥们要的不是他要给我建议，他没那么善良，也没那么勤劳，一定有超级人物找他要。超级人物的背后一定是王岐山。哎，我一想，这王岐山刚跟他老板见过面啊，在新加坡，这哥们儿肯定是这么来的。我给他，马上给他。但是给他第20版啊，我们最后这版是第36版啊，我第20版给他，然后我告诉他哪几张千万别给他，啪送过去了。王岐山同志拿到了，呀，这也没什么吧。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随便干什么去？哒哒哒！我跟大家说了，王岐山呐，你被骗了几辈子了，你也骗了共产党一辈子了，你也骗了世界一辈子了，你就没有想到啊，你得到的东西都是假，你敢面对真的吗？我那 PPT 是真的，但我改了，我就是给你们准备让你骇客的。你看你养这帮走狗，大家现在再回头看看 RPG 推出的郭文贵新闻发布会的那个 PPT， 战友们，今天所有媒体说郭先生你太牛了，你太了解共产党了，你太了解共产党了，哇！昨天所有的华人社交媒体无一人谈到这个话题，郭文贵又被同样的4月19号拿走了10亿美元。为什么那么巧合？郭文贵同样的南华早报又说郭文贵啊，假装成10亿美元富豪，假装我哪那么多钱你罚呀？还假装，又是南华早报出场，马云杰克马，又是同样的手段威胁郭文贵对他的家人和同事，又是同样的手段 ，RPG 推出了郭文贵所谓的这个 PPT， 好像他们掌握郭文贵什么，又是错的。
咋佛了你说咋佛了啊？我再倒点酒啊。韩哥，喂。然后很多这个外国记者更加惊讶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下面的留言，哇，他们很惊讶，他们说这么多中国人给他们留言，这么多留言，他们从来没见过，都这些大记者都是说，哎呀，支持郭文贵，然后他们从这个，对了，我要严肃的站例啊，昨天在皮尔酒店第5大道正门有位战友打了一个牌子，支持郭文贵就是支持良知，支持未来。这怎么这是？啊，这好点儿。支持郭文贵就是支持我们的未来，支持良知。这位战友，文贵在这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我今天好多媒体人给我看这张照的照片啊，这张照的照片很有意思。这脸怎么那么黄啊？这怎么弄？往这点啊。对了，刚刚我在这个直播前，我发现，我们的战友一直在加班，把那个YouTube 上已经放上昨天的视频了啊，已经放上昨天的视频了，还有多媒体，挺不简单的啊，挺有意思。接下来我们会有那个字幕版啊，配音版都上去。律师说不能让那个合唱。好，你告诉律师，让他们把文件做完可以走了啊。好。好吧，你就告诉他把文件弄完都可以走了啊。好。你说今天不能，我知道，告诉律师。好。听律师的话啊。对。我听共产党的话，我都不听律师的话。这律师1小时1000多美金，当然你爱说了啊。哇塞，从昨天到现在，这家伙这几大律师事务所全回来了。郭文贵，你是英雄，我们要跟你合作，我们要诉Twitter，我们要诉海航，我们要诉阿里巴巴。哒，你说这律师就那么现实？哎呦，太听不懂算，太现实了。所以这个世界，这叫曼哈顿叫什么制度 ？Capitalism 制度，资本制度，有钱。你说了算，没钱别扯，上一边玩去，啊！太多留言了啊！我这是不能喝了，墙头草，推特党，宣传部长，我这好兄弟啊！胡舒立都来了，胡舒立，对不起啊！亲爱的战友们啊，这个昨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历史意义，在未来4周以内，你们再看看媒体的反应和报道。你们会意识到，共产党也会意识到，共产党会真正的明白这个发布会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新疆事件，我们这次给新疆做出的贡献，是大家真的在这儿不能形容的。所有的政府部门对新疆事件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为什么？你们能想想，
我说共产党制造的矛盾，汉维矛盾，到现在为止，不论海内外，汉人都对新疆人有着非常大的忌惮。新疆人对汉人之间也有着这种民族性的对立，这是共产党干的。藏汉、维汉、少数民族这些回和汉矛盾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他们完全同意。我说你看这人性的悲哀，人类的悲哀就是共产党造的。我说现在你看香港，你看台湾，然后呢，接下来他们都会报道，到底那天彭斯副总统演讲拿掉了放弃一中政策，多大的事儿，背后政策。国民党、民进党、台湾呐，今天所有记者，郭先生，你这个信息太大了。美国放弃一中政治什么概念？我说一中政治过去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那是你共产党有各种承诺的条件下，都那么多年了，你还在威胁台湾人民呢？你天天威胁台湾，你要弄死他，红旗飘飘，连庙里都插上红旗了，每个台湾到大陆投资都成了你的现在绑架品，你还搞一中政策呢？凭什么呀？另外一个香港回归答应算数吗？外交部明确说那是过去式，基本法签了不管用。马上英国将有重大的政治人物出现这个是我好哥们儿，马上的政治人物。他说他只要当上总理妹肯定长不了了。这哥们儿当了总理之后，第一件事我就把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和英国签署东西重新恢复。英国政府第一件事就是保护香港当年所有英国人向香港的承诺，包括把香港人持有过去英国发的护照全部视为英国同等公民对待。所有在香港过去回归前出生的人到英国去都可以申请英国护照。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凡是在回归之后申请了香港公民资格的，拿到香港护照的英国人全部都有另样一个对策对待，你不要掺沙子吗？然后这个哥们儿当了这个总理，成立了这个新党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挽救回来，成为国际社会。他的哲学很简单，香港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它是世界的。我说你就这么搞我说的大概意思不一定100%他按这么干，但是绝大多数按这么干。我说你只有让香港成为世界的，才能让香港人民去尊重你们，会相信你西方的承诺，让香港真正的得到叫世界法律的保护。香港谁的都不是，香港要得到世界的承认，世界的保护，然后呼吁联盟，我们入道的路的基金，让全世界这些国家对香港所有的私人企业家，对香港所有的这些公民进行免签，无条件的给予任何时间的保护。然后我们会在挪威、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召开一系列的大会，就是如何把香港变成一个国际的香港，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主权和人权两回事把台湾如何成为全世界保护的台湾，把中国的私人企业家所有在海外的资产如何得到合法的保护，把中国私人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如何得到私人保护。像那段伟宏被你们给抓了，也在432有一套公寓，他没付全款，还是贷款。昨天帮他买房的人就是我这个房子代理人，昨天他母子两个都在现场他是代理人，他说你看这人丢失了，还有个小孩子，但这个房子他租出去了，人家1个月也付几万美元，但是人找不着了。现在有共产党的官员来要把这房子过户给另外一个人，你这不是流氓吗？所以说我们要保护所有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在海外的资产，在海外的所有的家人，保护台湾和香港的所有同胞在海外的资产和香港的和海外的利益，要形成国际上大联盟。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结果是，
我说3个联盟，媒体大联盟。今天这媒体，当然我没有参与。我说我们也联盟，绝对不能被蓝金黄的记者和媒体跟我们一起形成天天盯着共产党的各种角色，哪个人被抓了，真相是什么，什么原因，是能瓜，然后在海外共产党的行动，天天盯着。我说对每个领事馆、大使馆都有人在门口架着摄像机盯着他们。再一个就是揭发他们真相。我们未来的国媒体这都不重要，我这是太不重要了。我说就是这个 foundation， 我们有新的一个网络，新的 app。我说争取1周1次新闻发布会，班农先生讲或者我讲，甚至有时候1周2次、3次，随时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新闻公布。然后这媒体说太好了，我说我们新的办公楼已经装修完了，24小时、7天、365日不会改变、不停止工作的新闻媒体中心。我现在告诉大家，很快1月1号运作，欢迎你们到时候随时来我说让共产党的谎言，让共产党的这个流氓行动在全世界上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这个好。我第2个，全世界的政治大联盟，就是各个国家同意给中国任何一个官员、任何一个军方、任何一个政府官家人和他们得到马上即时的庇护，同时对他们的资产和他们的各种信息都要得到保护。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第3个，必须让所有人得到救济，就是我们基金可以救济所有这些人出来需要保护的人。就像孟宏伟的老婆，他怎么有钱？他有多有钱？能坚持3月吗？能坚持5个月吗？我告诉你，共产党最大的2个最坏的，绑架你的家人，再一个把你钱整没了，谁都撑不住。我到目前是唯一一个。我今天记者问我你还有多少钱？我说我告诉你，多了我拿不出来，50亿美元郭文贵，谁敢给我打赌？我拿50亿，你给我500万，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我拿不着50亿，我说现在你把我送到监狱去，但我拿着50亿证明，你给我500万，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比，给我较量的。多了没有？多了不行。他们说你听说你280亿美元，我那没有，那吹牛。我说你看我过去的1年的历史，2年我啥时候吹过？没有。50亿嘛，花到2020年6月份，3年期到了，要么跳楼，要么穷死。木兰又来了，我的好妹妹。我在这儿本来有很多人要感谢的，我没法一一说。这个我说了怕你们不安全，有几个战友太感谢了，我不说你们知道这个不能说，这个一说又激动了哇哦！宣传部长提到你了野良猫随便小哥，我的随便小哥太棒了，随便小哥做了好多的工作，很辛苦。紫薇望庆山岳文海、徐志斌，还有什么曲龙，这都完蛋了，全完蛋了这些人全完了，都得完蛋。喝不少，今天喝不少，最起码得喝了将近3斤昨天晚上让这个路德和仨人把我灌醉了给。昨天我这个戴的袖扣大家没看到，今天这个是这个老的，昨天的袖扣。上次我在华盛顿的时候去那个开那个新闻发布会，一个袖扣是那个2个拳击的红色拳头，我女儿给我送的。结果是昨天新闻发布会，我女儿
到家来啊，回来，爸爸我给你送个袖扣啊，我看挺好，哎，我说这是从哪买的？你这是咱们这儿一些啊，你去买的啊？他说我去了，我进去以后选了这个袖扣，然后人家那经理说，哎，你好好看看价钱啊，特坏。那经理叫阿方索，这是我老哥，他不认识我女儿，你看看价钱啊。我女儿说是啊，我不用看，我买了。但是呢，你查一下这个名字啊，这个我父亲 Miles 郭，哎，这是那是你爸爸啊，直接说郭文贵这打折，大概少$5000。$13000一对袖扣。昨天你们看到了袖扣了吗？是硬的，纯银的，雕刻的，像咱们的郭媒体一样。你说我这小死妮儿多心，比他爹心还大。你说$10000给你爹买个袖扣，你说这玩意儿没法整。昨天我咔嚓我带上去了，在华盛顿那个红的，那个我跟你说，昨天这又送给我这个，但是他从来不掺和我的事儿，人家继续拍电影去了，走了。啊，这今天不是这个，昨天这个讲了中间兴奋的时候，当当当当当。今天川普见我，哎，川普行，这个班农先生见我，还有这都是一个手势，郭先生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成了他们现在记住我的手势了。结果梆梆梆把那个袖扣崩开了一个啊，没掉啊，挺好。哎呀，相当的兴奋呐！这我设计的郭赞庄，班农先生啊。这个3天前看到我穿另外一个纯黑的款的时候，还有的郭先生，你绝对你要明天啊，你要穿这个衣服上台，你一定穿这个衣服，你千万太棒了，羡慕的不得了，特别羡慕。然后我说你还真是很羡慕，但是我对不起，我说我不能穿这个，我还是穿了西装啊，昨天穿了黑领带，昨天是新西装新领带啊，新衬衣啊。昨天上台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黑暗之中。昨天的背景是黑的，我穿了黑西装，在黑暗中，黑西装、黑领带有一个闪bor着的眼，唯一的希望。结果呢，班农先生他也穿黑的，你知道，我们俩黑仨黑到一起去了。所以人家有些照片，哎呦，我们那些高清照片太漂亮了，咱这有些记者拍的特别好，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特别好。啊，我没有穿，但今天我穿这个衣服了。实际穿这衣服也行，昨天啊也挺好啊。总体上来讲啊，今天向大家汇报基本完毕。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咱必须是，我已经对着镜子亲了我自己超过5次了啊！我一会儿再去亲1次去，非常的感谢我自己啊，非常感谢我自己，也非常的感谢上天给我们的这个感恩啊。上天给我们的眷顾，给我们的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没有战友，我狗屁都不是啊！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不想说的事情，亲人、家人、同事为此付出的自由和金钱和威胁和各种健康的代价，我说感谢没有用。千万记住，只有丢掉幻想，你才可能有理想。只有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才能有尊严。你只有靠实力行动，才能赢回属于你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其他选择。过去1年多了，刘延平、孙立军罚款600亿，香港绑架取国交，270个员工被抓被失去自由，18个家人被送进监狱里，被审多次，被抓多次，被5个6个扔在监狱里，多个女性员工被人家脱光了屁股站在那里。中央电视台、中国媒体全面的将近1、2年对一个人进行攻击，出警达到10000次之多。大连开封集1省之警，公检法对郭文贵及家族全面围剿，连抓我们审我们的大连的吴鹏明、刘乐国都抓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家人们，你们想想，如果我有1次妥协，有1次幻想，我早就成了灰了。我成了灰了，你们难道能完身于这个世界上吗？只有丢掉幻想，
只有放弃幻想，不要天真。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安全之日。只有共产党，只要在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一天，我们都是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亲爱的家人们、兄弟姐妹们，我不和你们联系，就是保护你们；我不让你们参与，就是我对你们的爱；我不分享我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我对你们的爱。同事们、家人们，忘掉文贵。过去的文贵已经早就死了，现在的文贵是承负着上天给我的使命和14亿人民的很多人对我的寄托。我不能为你们这些人而活着，我也不能为了我们的钱而活着。我只有忘掉这些，我才有可能赢，你们才能看到我昨天发布会在那里能成功，才能看到在发布会上那样的我，才能看到今天西方及世界最高级的精英、最高端的社会精英对我如此的重视。我是为14亿人民活着的，过去的文贵就忘了吧。我再次的为所有的家人、同事们、14亿人民祈祷。感谢战友们，谢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